大家好，今天小编给大家聊一个习近平翻译的这个话题。是2023年10月9号，美国参议员，他是舒默，他是多数党领袖，他带领着6个参议员访华，然后习近平的翻译给换掉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瓜。小编也不知道这个是大家的，这是这么多做新闻的都缺乏这个新闻敏感性呢，还是这个共产党的大外宣做得太好，就没有人关注这个话题。小编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这个因为之前刚刚这是8月份，2个月前，1个半月前吧，刚刚在南非习近平的翻译孙宁就是被南非的保安不是摁在门里头，塞在门缝里头，不让他进去。习近平还回头看了好几眼，还找呢。然后就现在结果过了1个半月，这个美国参议院访华就看着这个翻译给换掉了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翻译啊，就是他显得很紧张，他那个歪着身子探头，就好怕自己听不清楚吧，探头去听他们说什么，听习近平和舒默说什么，给他们翻译嘛。小编今天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习近平这过去15年都用的那个翻译，英文翻译主要是英文翻译啊，然后再给大家这个鉴定一下这个，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广，说这个人是习明泽，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2014年9月17日，习近平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进行访问，印度总理莫迪全程陪同。这是习近平和莫迪一同参观河岸公园的发展项目。我们看照片上最右边这个女的就是习近平的翻译周宇，然后这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一起荡秋千，这个女的就是她的翻译周宇，然后印度总理莫迪站在她的旁边。这个是201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北京中南海，然后这是晚上和习近平在这个瀛台散步的时候，这右边的这个男的翻译就是孙宁。他这个翻译一哥就是说他这个孙宁号称是首席翻译，他就是习近平的首席翻译，因为之前他现在这个翻译司的副司长张璐那女的，她以前是胡温的首席翻译嘛。然后他这说是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，周宇承担了部分的翻译工作。10月19号，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，就是周宇和孙宁担任双主翻，然后力求达到最好的状态。这是习近平访问英国时与威廉王子会谈。右边这个坐在习近平和杨洁篪中间这个女的就是他的翻译周宇。到16年的时候呢，3月30号，习近平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第4届核安全峰会。这个下飞机的时候，最左边这个他的翻译就是孙宁。然后到17年的4月6号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，这个翻译就是周宇，他坐在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中间。然后到18年的时候，印度总理莫迪到武汉东湖宾馆访问，然后这是习近平和莫迪在散步，和他这女的露着半边脸，他应该就是他的翻译周宇。
然后这第二天，这就当天还是第二天？这是习近平和莫迪坐在这个湖边上，那莫迪旁边他有他自个儿的，这是个应该是印度人的翻译。这个周宇就坐在那个习近平的后头。习近平和莫迪会谈的时候，周宇坐在习近平的身后。这张也不知道当时是这张是不是龙椅啊？那么喜欢坐龙椅，这是到7月22号的时候，习近平访问卢旺达，然后这个翻译孙宁就坐在习近平的后头。这是7月份，11月18年都是18年7月，18年11月的时候，这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在故宫迎接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。这最左边的是川普夫人川普，然后习近平彭丽媛，习近平彭丽媛中间呢，后头有2个人，这个前面这个女的就是习近平的翻译周宇，后头这个女的呢就是传说中的习明泽，但是做过这个照片的人脸比对啊，她不是习明泽，她应该是习近平的她应该是彭丽媛的翻译，因为那个这个女的还有其他的视频，她跟着彭丽媛出访过很多次。这是之前那个7月份的时候，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去卢旺达访问，当时给彭丽媛做翻译的这个女的和给川普做翻译，川普来的时候给彭丽媛做翻译的女的，这2个人应该是一个人。我不知道这个习明泽的英语怎么样啊？他说那除非是习明泽在彭丽媛旁边就在彭丽媛身边工作，给他彭丽媛当翻译的，因为他这是视频的截图啊。当时这个彭丽媛这翻译当时他有说话，他就是在做翻译的工作，这是没问题的。而且这个18年的时候，习明泽应该是26岁，这个女的看着明显不止26岁。然后这是19年10月11号，习近平去了印度，在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，这是他们参观一个古庙。跟在习近平身后呢，就是这个翻译孙宁。然后19年就疫情之后，这习近平就3年没有出国访问。到今年6月16号的时候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比尔盖茨，中南海是人民大会堂，中南海吧。然后当时这个王毅还戴着口罩，然后坐在这个角上戴着口罩的人，应该就是他的翻译孙宁，因为那孙宁有秃顶嘛，比较好认。然后6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孙宁还给习近平当翻译的是，到8月他跟着习近平去南非，然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，被摁在门里的之后呢，到了10月他就被换掉了。我们刚才就回顾了一圈，他是从14年开始的。我们再看一些他这个我整理了一些他这个谈到的比较重要的资料啊。他说是每逢重大场合，领导人的车位都有固定的排序，翻译都会和领导人同车或紧跟其后。如果领导人在第1个车位，翻译被安排在第10个车位，你一下车就要跑到领导人的身后，随他一起进入正式场合。这个跟这个孙宁最后在习近平后头被堵在门外，这能联系起来。10月新换的这个女翻译，她就歪着身子在听，因为她跟在后头有可能听不清嘛。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，外访中的翻译基本由80后孙宁担任。他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啊，其实我们一会儿再找一下。
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，这5年他的翻译就是孙宁。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，他的翻译也不仅是孙宁一个人，而是孙宁和周瑜2个人。他是周瑜和孙宁都是翻译司的业务骨干。2015年10月的时候呢，周瑜已经担任了，周瑜是中国外交部翻译司英文处的处长，孙宁是培训处的处长。最晚是2015年，周瑜和孙宁都已经当上处长了。但到现在你看23年，这8年了，他们还是处长，因为那个翻译司的司长和副司长是其他的人，没有这两个，没有周瑜和孙宁，他不是翻译司的司长、副司长。所以这对比一下，这个赵立坚被这个发配到海洋司去当副司长了，这个比这个周瑜和孙宁还好很多的，还起码是个副司长嘛。那个奸夫淫妇那个华春莹都已经混到副部长了，外交部副部长是外交部部长吧，副部级的了已经都是。对，这是15年的吧，不知道哪年的9月份，习近平美国之行历时7天，工作量很大，采用双主翻的方式，2人轮番上阵，就是他需要周瑜和孙宁2个人的翻译才可以。然后介绍了这个国务院杨洁篪、傅莹、王光亚、吴洪波，这个以前都是翻译出身的。然后这个外交部翻译室是翻译司的前身的前主任陈明明介绍说，外交部的翻译大概可以分成3个级别，是1级、2级、3级。1级是给国家主席和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国家级高翻，2级翻译是给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做翻译的，3级是给部长和部长下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，12年2月，习近平去美国参观了位于艾奥瓦州的首府梅因附近的金伯利农场。我们看在习近平右边这个身后就是他的翻译孙宁，也就是说习近平当副主席的时候他的翻译就是孙宁。这是2011年8月18号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，当时跟在习近平身后的就是孙宁。看着当时这个拜登和习近平还都比较年轻，这后头还注意到这个后头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长得有点像，不确定是不是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。然后10年的时候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非的总统祖马，在习近平身后这个女的就是周瑜。然后09年的时候，09年2月，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墨西哥，就发表他那个著名的3不讲话嘛，说中国1不输出革命，2不输出饥饿和贫穷，3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这个墨西哥的因为说西班牙语的嘛，应该不是这个孙宁和周瑜做的翻译，应该是这个外交部翻译司应该还是有普语和西语系其他语的翻译吧。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传说是就是习近平去南非这出丑之后8月底嘛，然后王毅在家做检讨，这个王毅做不做检讨不确定，但是感觉这个起码外交翻译司长不知道会不会被换掉啊，肯定是做检讨，因为翻译都已经换掉了嘛。所以这个传说中王毅在这做检讨这个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